做出自由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C 狗模型分享，我是 C 狗。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大班最近再版的这一批次的8802 MB 样式的强自由。这款模型目前的均价是208元，而且是208元带一套光翼。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强行自由呢，我也是花了2天的时间给它拼完的。我个人呢，其实是在里边加入了一些算是小改动吧。我将整体的金色骨架呢是给洗成了这种的银色，之后呢，再来蓝色的部分，我是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喷涂。当然了，我用的也是那种3合的喷漆。打完这个塑料喷出来的其实就不是特别好，可以看到上面这种像裂痕一样的密密麻麻的东西。就是最后感觉啊，整个漆面并不是那么干净。不过对我个人来说啊，远看还行，近看呢肯定是不行了。然后连带着这个漆面啊，银色这个漆面呢，虽然说确实是比要金色的要好看一些，但是因为我是用酒精洗的，所以说呢，洗完了之后，整个银色漆面呢会发生一个氧化，最终呈现的并不是那种非常亮的，而是那种有点像消光一样的质感。而且啊，上方呢也不是特别的干净，最终呈现的效果呢也就这样。对我来说还算能看。我个人是并不建议各位同样去使用这个方法呢进行一个洗漆，所以说呢，各位还是要去参考一下贴吧以及一些其他的论坛上面的一些关于整个大班漆面洗除的这么一个效果。我呢只能是这个方法更适用于我自己而已。那么当前的状态下，也就是这一款8802的强字了。说句实在话，本期呢确实是没有什么可分享的，毕竟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做过了大班8802的强行自由的评测，差不多比较详细了。之前那一批啊，可以说呢是 PC 件爆的情况下屡屡都是，但是这一批啊，说句实在话，当前我拼完的状态下呢，并没有任何关节松动的情况，整体的一个关节紧实度以及 PC 件的紧实度还算是可以。如果硬要说它是修复了 PC 件，倒不如是用了以前的技术还原了以前的 PC 件，这个其实是都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呢，就目前而言，当前的这一批的8802可能要比上一批的8802好一些，至少它的 PC 件不会爆。其实至于组合度方面啊，我相信各位懂的都懂，毕竟大班的组合度呢差不多也就是那样了。你说它再好吧，它也好不了多少。强行自由呢，毕竟已经出了这么长时间了，每一次的再版行列基本上都有它，所以说反复使用这套模具，最终这个强行自由的组合度呢也不是会特别的好。初版的手感我已经是忘了什么样了，毕竟这已经是我拼的第5台大班的 MB 样式强行自由了，所以说基本上各个版本的强行自由我都拼过了，应该说各个批次的强行自由我都听过了。对我来说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那么主体部分啊，我们捞到差不多也就这些了，其他的可动方面的什么呢，我们就不去过多的赘述了。而连带这一次所提供的这个光之翼啊，其实呢是直接参考了万代 MB 的那个盒子的大小。说句实在话，当拿到这个盒子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感觉到这个盒子真的是好大啊，而且呢整体的长度呢高度要相当于是强字加上支架还要往上提一点的这么一个高度，最终这个盒子呢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就单纯的把万代的盒子给抄过来用了，后方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看的这么一个光翼展示图。说实话，即便漆面是不刮蹭啊，但是你像这样的边缘处是没有涂装的，连带着其他的部分，这种大型的水口了，以及整个翅膀边缘处的这么一个飞边，以及一些比较溶胶一样的地方，虽然说这些表现其实都是常规操作正常水准了。说句实在话，本身这个玩意儿嘛，你要说当初卖100块钱可能会比较贵了，你现在基本上都是208送一台光翼了，差不多呢价格也要在460吧，460一套的光翼。万代的这一款光翼呢，差不多现在也要在600-700或者700-800。说实话，你让我去买，我肯定是不可能买的。偶尔换一个大班的这个光翼，你要在远处看，凑合看也是可以的。毕竟这个效果摆在那块儿，你要拿它去和万代比，肯定没个比。然后这盒光翼里面呢，还提供了这个专用的支架。这个支架呢，在两侧呢是提供了这么一个翅膀的一个搭载样式。所以说，即便是大班的这个自由的这个里边的翅膀实在是太重了，又容易怕那个杆呢形成一定的断裂，这个时候就不用担心了。毕竟这里有2个零件是进行了一个托举，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完全不用担心翅膀会断裂的情况了。那么除了这个支架以外呢，套件里剩下的也就是各种龙骑兵的支架连接件了。那么主体部分呢，我们就捞到那么多，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主要把大量的精力呢放在这一次确实建议方面，比如整个头部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是想让我去进行一个简单的眼睛部分的处理，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是不会。说是把眼睛这个大眼蒙啊，确实是不太好看，但是我的解决方案呢，就是低头看就可以了。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个 M13，我建议各位把后面的这个卡榫呢给它削掉，之后这一步我们先不放。
我们接着把两侧的这个零件全给它放完了 ，K2 呢安装在这个 M13上，那么这些部分差不多就可以了。连带着这个部分，整个 K23、K32里边这个卡榫呢，我建议各位给它削一下子，之后一定要把 Q7和 G7这两个零件安装到底部，一定要按到底。那么再来呢，就是把整个脑袋放在这里头。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再把 M13和 K2给它装在这个面夹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比较很好的处理了。而且我建议各位在这一步再贴眼部的贴纸，这个时候处理的话呢，还能会偶尔的这么一个调整。那么这个皮带件可以是完全不用管的。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一步的时候，如何解决头部的大缝？我个人的建议呢，我是将整个头盔部分的零件上面的卡榫，我是斜着给它剪掉了，因为这个地方一共是有4个卡榫，可以看到有4个孔位，我斜边剪掉2个孔位，留下上下各1个用来固定。最后呢，这个缝隙也是比较小的。针对于这样的 N3、K3 这样的零件是比较松的，建议各位给它胶水粘一下子。那么整个头部差不多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个人的解决方案。那么再来就是针对于整个胸部了。I6 这个零件插上去是非常紧的，而且这个零件是比较细的，建议各位稍微的注意一下了。然后再来整个这个应该是肩部活动关节这个部分说句实在话，这几个部分的零件真的是比较紧了。我即便是把金色漆面洗掉了，剩下的银色漆面其实也是比较紧的。建议各位针对于这样的柱形卡榫呢，进行一定的打磨或者消除，再来进行一定的解决。连带着这里边的 C29 这2个孔位，我建议各位给它稍微的扩一下。即便我们是把整个肩膀给它扩松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保留了一定的活动性的。像这样的整个墙刺大量的采取了这种非常长的这么一个细杆，而且这个细杆比较细，而且最加上整个结构呢，其实不是那么的结实。所以说我个人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把这一块给它削掉 ，C36 这个东西呢给它削一半，这边我就不让它出来了。这个时候再插上去。这个固定效果呢，其实也是够用的。虽然说整个腰部会远，但是咱们不是有支架嘛？支架支撑的是腰部所以说呢，就不用担心整个身体会后仰的这么一个情况。连带着上方的 C20 和 C17也是叫我进行一定的扩孔。这边的 C27 和 C28也是把这个桩呢给它削掉一半之后，我们再插上去，这个效果也是可以的。我建议各位这么使用。然后 C32以及 C7这个地方呢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C28、C23这个部分的卡榫呢，我建议各位给它削掉一半之后再给它插进去，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插的。然后连带着这个 V19里边的这个零件呢，也是建议各位稍微的给它扩一些孔。那么整个胸部差不多，其他部分就没有了。这里边的问题呢，也就是这个 G6 这个小零件以及这个 G5这个小零件是比较松的，建议各位拿胶水给它加固。肩胛有一处问题，那就是针对于 G2 里边的孔位进行一定的扩孔之后，用胶水固定。腰部有2处问题，那就是整个 C8 插在这个部分的孔位呢，稍微的给它扩一下之后用胶水固定。连带着 C22以及 C21这2个部分呢，我建议各位针对于这个桩呢，简单的给它削一点，毕竟这个地方就是后来插龙骑兵的不对，那个腰部刺尾炮的那个东西。如果说松的话呢，其实也没事，只要能起到一个挂载固定的作用就可以了。建议各位稍微的削一下。腰部刺尾炮其实整体的组合度呢，相对来说都是偏紧的，但是没有紧到一个必须扩孔的程度，也就是这几个部分。首先就是 G27这个孔位给它扩一下，然后再来下方的这个 U4这个地方是比较紧的，建议各位稍微的给它扩一下，之后呢给它怼到位之后用胶水进行一个固定，不然呢它容易脱出来。所以说呢这个方案也是比较好的。腿部的拼装一直以来是我个人比较头疼的一个部分，尤其是这个地方，我每回拼完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缝隙，而且我总感觉这个地方有点空，我根本不知道它这个结构到底有没有搭上去。今天呢，我也是研究了一下，但是依旧是没有什么得到一个太好的结果，简单的给各位分享一下吧。首先就是 H21以及 H12 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再来这个部分，我建议是先拼装 H25和 H14之后。把 H25所对应的这边的孔位全给它扩一遍，我们再把整个这个结构给它安装上去，这个效果呢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 N4、N5这2个零，我建议各位针对于这个卡榫呢进行削一半之后，那边的孔位给它扩一下，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用胶水固定。那么主体部分呢，实说实话就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至于剩下的武器配件方面说句实在话，差不多呢也就是那样了。针对于这一次呢，因为毕竟是给了光翼配件的，所以说这个杆状的支架连接件呢就完全的没有用了，直接用光翼就好了。那么这一系列学员建议差不多也就是这些了。针对于这一款再版的8802强行自由呢，我个人认为呢，算是一款近期来说比较好的一款模型，毕竟嘛，最帅最强，各位都应该能知道，强行自由摆在这里确实是很帅的。
但是说句实在话，拼多了看多了，也就那样了。我对强言自由的感觉呢，无非也就是，确实是挺占地方，真的是挺占地方。做这一期视频的目的呢，就是简单的给各位看一下这一次再版的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以及它的整体的素质表现到底如何，这么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至于各位是买还是不买，那么就要看各位自行的选择了。那么本期的视频差不多就是这一些了，我是 C 狗，我们下期见，拜拜。